这就是你的飞船？这就是我们维修新人的飞船。要不是你长相怪异，我真的就认为你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。行了，开始修了。修好了。谢谢你。给，这是象征着我们友谊的神石。你还别说，确实漂亮。好了，人类，感谢你的帮助。现在我要走了。好，没事了，常来玩。唉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李峰，你个傻子，修坏了吧？这个月你弄坏多少个零件了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！你要再修不好，就给我滚蛋！你们几个在旁边当大爷，出了事就知道骂。要不是老子要赚钱，我才不在你们手下当孙子。好的好的，我刚才没看清楚，我马上修好。这个手电筒怎么会有一股电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李峰，赶紧干，还想偷懒呢？好。哎，抓紧上线上线！哎，对，再来个大。哎，手电筒刚照一下，手机就修好了？难道说是这个手电筒把手机修好的？这里还有几个坏手机，再照一下试试。手电筒一照，这坏手机真的就恢复如初了。老天爷真的显灵了，赐给我一个能修复万物的手电筒。啊！但是为什么这个没修好？这个手电筒只开了3次就不亮了，看来是每天可以修复3个物品。发什么呆呀？你修好了没有啊？修好了，孙师傅，3步，嘎嘎西。你唬谁呢？这一会儿功夫修好3个手机，老实说，是不是偷你师哥修好的手机当自己的？不是，真不是。你这手机修得跟新的一样，你有这水平吗？技术不行，人品也不行，你被开除了。我有了手电筒的神器，还要在这里受气？开除？老子早就不想干了！你们这群老东西！你爱干不干？傻！我这万能手电筒能修复万物，不愁赚不到钱。这3个手机是我在修理厂找回来的报废手机，先用手电筒修复一下，拿去卖点钱。修好了，这修得跟新的一样，我现在就拿去店里卖了。老板，醒醒！哎，想要什么手机？我们这边什么机型都有。老板，我是来卖手机的。你这机型有点老啊，不过这么新的倒是挺少见。我这手机10成新，买回来就没用过。这样，3个给你4000。这么少，能再多点吗？你这再新也是老机型，高不了。5000好吗？支付宝到账5000元。之前累死累活，1个月才3000块，有了修复手电筒，只用了1天时间，5000这就到手了。有了这神器，那我以后再买一些价值高的残次品回来维修，我岂不是就能发大财了？用不了多久，我的名字就能登上福布斯排行榜。大爷，要老年机吗？老板，哎，你帮我看看，这手机能修好吗？大爷，你这东西都停产了，零部件都没了，修不了。我出1万。1万？哎呀，大爷，您出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啊，真修不了。现在人都用智能手机，没人用这个。大爷，您花重金修理这部手机，为什么呀？我老婆子去世了，她的照片在这里面，我想再看看她年轻时的样子。哎，大爷贵姓啊？免贵姓金。金大爷，您这手机啊，我能修啊。小伙子，你开玩笑的吧？这你都能修？你该不会是敲诈大爷钱的吧？你这不能修，不代表我修不了。真的，我可是跑了好多家店，都说修不了。大爷您放心，我明天就能修好，给您送过去。哎，来，这是我的住址，修好了可以来找我。只要用我的万能修复手电筒把老戴这个手机修好，就能得到1万块。修好了，
明天给老爷子送去，1万块就到手了。小伙子是你啊，进来吧。好。爸，谁来了？这位大哥，我是来给金大爷修手机的。爸，你拿着手机跑了那么多地方都修不好，他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修好？我还真修好了。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今天啊就是来给金大爷送手机的。这太好了！你还真的修好了？终于又可以看到老婆子的照片了，真是太好了。那个，把账结一下。哦，对，给他转1万块钱，这是我答应人家的。哎，支付宝到账1万元。那个相机看起来挺不错的。小伙子真有眼光，这是上个世纪产的红星20相机，已经绝版了。这个相机要是完好无损，至少值15万。这要是修好了，岂不是赚大发了？只可惜啊，现在坏了，也照不了照片了。你想要吗？要的话500块，你拿走吧。好。没想到帮老大爷修手机还能捡个大漏，只要手电筒把绝版相机修好，这波真赚大发了。搞定，接下来就是把它卖掉。来看一看，好东西嘞！错过呀！老板，这个给我看一下。小伙子，来看看呀，有好东西。好桌子旧椅子，紫檀的、红木的，都来看看。我得找个典当行去看看。老板，杰克，好嘞。当什么？帮我看看这相机。不值钱，给你1000。不值钱？你给我好好看看。我都不用看它，只是看着红旗20款绝版相机，但这么新，一看就是假的，不值钱。闪开，不识货！老板，你帮我看这个相机。确实很新呀，防伪标记，这是真的。过来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不是防伪标识？对。你看看这编码，是不是老款红旗20的码？对。你差点害我错失了这个绝版相机，难怪人客人说你不识货，赶紧道歉。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当师傅都这么狠吗？玉不雕不成器，前面跪出去。好。这个是绝版相机，保存的如此完好，确实挺少见。我这边15万的价格。15万？这么多？15万？莫非这小子是个行家？嫌少。18万，您一看就是行家。这种物件是家里收藏的吧？对，是家里收藏。看他这个样子，难道还有上涨空间？18万也2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小本生意没利润。好，成交。来，现在给你转账。支付宝到账20万元。老板，我这块表能不能看看？200。你睁大眼睛看看，老板，我这是劳力士，买的时候30万，你好歹也出个几万收吧。你这块表芯都不动了，大概率是机芯出了问题，修也修不好。我几万块钱收，那就是冤大头。500块，不能再多了。哎呀，行，来活了。我出1000。你出1000，来转账吧。支付宝到账1000元。好，给你。哼，小伙子本事挺大呀，抢生意抢到我李大杰头上来了。这块表和你刚刚的相机可不一样，修也修不好，卖也卖不掉，只能落了个低价，让厂家回收。正巧我是一个修复师，对修复这种名贵的手表特别在行。吹牛吧你就！你要是修好了，我30万原价买了。一言为定。那明天就……用不了明天，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。这附近没人，正好可以用修复手电筒把简陋的这个劳力士手表修好。嘿，修好了
30万到账。老板，你看看吧。这不会是换的新的吧？我去哪儿给你换新的？这就好了。如假包换，怎么样？你厉害呀！我有眼不识泰山呐。小兄弟叫什么？我叫李峰。客套的话少说，咱们刚刚说好了，30万。好，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。真没想到李峰兄弟竟然有这种绝活，我现在给你转钱。支付宝到账30万元。他有什么绝活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可是这家店的合作修复师。孙师傅，你们认识？李老板，何止认识？这李峰啊，是一个连手机都修不好的废物，让我给开除了。怎么了？今天在这儿招摇撞骗啦？招摇撞骗？这个劳力士就是我修好的。招摇撞骗，这个劳力士就是我修好的。孙师傅，的确如此。李峰兄弟，既然你有这手艺，我这里还有真货。什么货？一块百达翡丽，只不过机芯和表盘都坏了。你要是能修好，我给你80万。80万？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？这100万级别的表，我都修不好。修不好？那你可真废物！你说什么，李峰？不过跟着老子混了几天，真以为自己多厉害，敢修价值100万的物件？那要是我修好了呢？老子给你磕头！一言为定，老板带路。好，就是这里了。这么多需要修复的物件，我吕氏典当行的实力还是有的。你看看这块表能不能修？没问题。不过我修复东西的时候喜欢一个人，所以……哦，理解理解。故弄玄虚。我们出去吧。我的万能修复手电筒今天还能用，刚好修复这块表，不仅有钱赚，还能打脸那个老东西。修好了，进来吧。这么快就修好了？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！你不信，可以自己看看时间。真的好了，而且时间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？天哪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啊！我原本以为这块表这辈子都不会转了。小问题，现在我修好了，该结账了吧？好，可以。支付宝到账80万元。孙师傅该履行你的承诺了，转行吧。这可怎么办？马上就要去参加晚会了，这破车回去就换了它。看这架势，车好像坏了。今天手电筒还有一次修复能力，说不定还能再捞一笔。这位小姐，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我的车不知道什么原因打不着火了，我现在还有急事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是专业修理工，我可以给你看看。真的吗？可是我的价格可不便宜。5分钟，你要是能修好，价格你随便开。1分钟，10万。虽然我不知道这车哪出问题了，但万能手电筒一照肯定能好。搞定。修好了，你看看。这么快？我去试试。真的修好了！没想到你长得挺清秀，还有这手艺呢。我叫钱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峰，专业修理工。如果你有什么修不好的，找我准能修好。这道伤疤，手电筒能不能修复？这是10万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好。那道伤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李峰，别躲着了，交房租！我现在有了万能修复手电筒，身价已经100万，
也该搬走，不受房东的窝囊气。我吵什么？哎，李峰啊，你这房租也欠了好几个月吧？我不求你能一次性全部交清，但你好歹让我看到回钱呀！别废话了，一共多少钱？说的好像我说了你就能交得上一样。一共1万。你干什么？我给你钱。哦。支付宝到账1万元。最后1个月，过2天我就买房去。你这钱给的我都不敢收了。你有病吧？我不给你钱的时候你管我要，我给你钱了你又不敢收。我这不是听说你都离职了吗？你钱哪儿来的呀？不会这是什么赃款吧？赃款你才赃款，你全家赃款，你不要还给我。那倒不必。我现在自己单干了，万能修复师，万物皆可修，钱来得干净。还啥都能修呢？鬼才信！不信，我专治各种不服。我那儿有个怀表，表上面镶着钻呢，可值钱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不是说你啥都能修吗？还专治各种不服。那我把表卖给你，你自己修修。修好了之后啊，拍卖行能卖好几百万呢。这笔钱到手，买房直接就买别墅了。干，带路。行啊，来。你稍等一下哈，不要乱碰我东西啊。你看看，就是这个祖上留下来的怀表，10万块给你。坏得很彻底吗？表盘稀碎，修一修，肯定还是能用的啦。算了，感觉不太值钱，10万块太贵了。哎，等一下嘛，这个怀表看起来是平平无奇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是我祖上留下来的，是有点年头的。祖上当年啊，可是从国外给他弄回来的呢。你看看，仔细看看他这个工艺，这个纯金的表盘，哎，最值钱的就是这个指针，看见没有，镶着钻呢。说吧，最低多少钱？8万。8万？我给你8000还差不多，我就冲着这个钻石的表盘才给你8000，要不然我都不稀罕。哎，8000就8000了，成交。支付宝到账，自己查收。8000元。哎呀，修理工就是个修理工，脑子就是瓦特的，这垃圾变了8000块，真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把怀表修复，转手一卖，就几百万到手了。修复完成。这怀表不简单，指针上的钻还不少嘞，肯定值不少钱。董老板，怎么样？你的瓶子还登不上珍宝楼的拍卖台。你好，请问拍品是在这里审查吗？是，我叫李峰，有一件物品想看看能不能上咱们珍宝阁的拍卖台。好，我看看你的宝贝吧。不知李先生心中有没有价格？我心中的底价是200万左右。如果要是董老板卖得更高，自然我们赚的都更多一些。李先生明事理啊！董老板，来看我的货。起来，来。蒋老板，能来我的珍宝阁真是蓬荜生辉啊！蒋老板，我这里还没有看完呢。他一个穷小子，能有什么好宝贝？别错过了我这个大宝贝。再好的宝贝也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。小子，找抽是不是？这里是珍宝楼，不是你的公司，先来后到是规矩。听到没有？讲点规矩。规矩就是谁的宝贝值钱谁就有理。看他那穷酸样，带的肯定也是垃圾，连个10万都不值。垃圾？董老板，你也这么认为吗？当然不是，蒋文龙，这李峰先生带来的是大名鼎鼎的织补陀怀表，能追溯到19世纪，纯金的表盘，镶钻的表针，最重要的是保存完好。我们拍卖行给出的起拍价400多万。我去，这怀表还真有说法呀！李峰是吧？好，我记住你了。那蒋老板真是费心了。现在怀表看完了，蒋文龙，我去看看你的宝贝吧。
李先生，我会安排人给你 VIP 席位，有兴趣可以在我珍宝楼看看宝贝。谢过董老板。欢迎各位老板的到来，我们闲话少说，珍宝楼拍卖会现在开始。徐悲鸿的画作300万成交，和田玉摆件150万成交。到我的了，底价400，不知道能冲到多少钱。各位老板，这件怀表是今日我们珍宝楼刚刚收来的，是19世纪的基博托窝表，纯金表盘和机芯镶钻的表织，绝对是难得的宝贝。对手表、怀表感兴趣的老板们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件宝贝。410万。这位老板出价410万，有人要加价吗？我出450万。好，这位女士出价450万。这位美女老板，你真有眼光。那当然。480万。蒋老板真是大手笔，加价到了480万。500万。500万，来到了500万。还有人要加价吗？没有人的话就成交了。恭喜这位女士。500万，真是没想到，8000收来的货卖了500万。接下来的这件物品比较特殊，也是今日珍宝楼收来的。说起来，此物算不上古董，也并非常见的奢侈品。我们珍宝楼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，才将此物呈现给大家。别卖关子了，快说是什么？看来有货，说不定是个机会呢。是象牙。各位，这个可不是一般的象牙，这是猛犸象牙。猛犸象牙有什么用？破损太严重了，只有半截了，没有完整性，价值也大打折扣。哎，这正是对我的胃口啊！损坏的猛犸象牙。起拍价350万。350万，要是完好无损，我还真愿意买。太贵了，不值不值。如果还没有人拍的话，就流拍了。你们要是想要，这个象牙可以再低一些。李峰，你出多少？3万5。我去你的！你找打是不是？蒋老板，这东西没人要，又没有什么价值，能赚一分是一分。别胡说八道！多花1分钱都是冤枉钱，不加。本来还想多套点钱，算了。3万5成交，恭喜李先生，拍卖会到此结束。你好，你刚才说这个象牙如果完好就会买下是吗？难不成你还能修复好？我叫李峰。冯若。冯老板，这个猛犸象牙我还是有把握修复好的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可不相信另外一半你凭空变出来。他这个笑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的名片，要是修复好了可以带来找我，我出刚刚那350万。没修好也可以来。啊？李先生，收了20%的提成，剩下的已经打进你的账户上了。好，收到了。那个象牙装好，我自己带回去吧。开工！搞定！现在就联系冯若。喂，哪位？冯老板，是我李峰，我已经把象牙修复好了。这么快，这就等不及了。那肯定等不及赚钱了。来吧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好。出发。来都来了，就不要这么拘束嘛。冯老板，我不喝酒。不喝酒多没气氛。冯老板，还是先看看货吧。什么货？象牙呀，我们说好的，我把象牙修复，您就要。你真修好了？
不然我来干嘛？我以为你……什么？算了，我直接给你转账。支付宝到账350万元。谢冯老板，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。滚滚滚！太可怕了，差点就没把持住。哎，喂，是李峰吗？对，是我。您是？我是钱梦，之前在路边你给我修的车。哦，钱梦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上一次你说你什么都能修是吗？没错，我这里有一个限量版的香奈儿包包，是别人送我的，不但坏了，而且是国内修不了，发到国外时间太长了，我着急用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就行。包的话，我今晚就给你快递过去，定金100万，直接给你转过去了，修好了再给你300万，一共400万。明天就修好给我送来。没问题，我把地址给你。你好，你的快递。啊。让我看看什么包修复定金能给到100万。哎呦，疼！说起来，这手电筒不是能修复吗？这伤……我去，果然伤也能修复，绝了！之后说不定还能开拓新业务。这看起来也没什么特殊的，真是不懂这些有钱人啊！修好了。滚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什么情况？那个钱梦小姐，我是李峰。啊，原来是你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是其他人。其他人能发这么大火，看来不是一般的其他人。钱小姐，包已经修好了，您看看。和新的一样，李峰你也太厉害了。钱小姐过奖了。我把剩下的钱转给你。好，我收到了。没什么事情的话，你身后的伤疤是怎么回事？几年前出了一场车祸留下的，幸好是在背后。我可以帮你治好伤疤。别开玩笑了，我去了很多修复机构都没有用，肯定是跟我一辈子的。我说真的，你就算再厉害，能够把各种物件修复如初，但是这伤疤的修复不是一个领域的事情。钱梦小姐，相信我，万一好了呢？又不会掉块肉。钱小姐，你趴在床上吧，我试一下。这还能治好吗？我这个是一种强光疗法，你可千万不要睁开眼睛，不然会呲牙双眼的。有什么感觉吗？感觉痒痒的。好了。天啊，竟然真的好了！没骗你吧？谢谢你，李峰。不客气，钱梦。你还有客人来？钱梦，开门啊！是我啊，蒋文龙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给我个机会吧。钱梦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跟别的女生在一块儿了。我买了花给你道歉。你背后的疤怎么没了？撒开你的手！你怎么在这里？钱梦，
我还以为就我会在外面找人，没想到你也一样。姓蒋的别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枉我心里那么愧疚。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李峰是我找来修复伤疤的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信不信是你的事。这包还给你，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了。钱梦，你居然为了和他在一起，就放下我们曾经的美好时光吗？呸！你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以前是我眼瞎。这个穷小子能给你什么？他穷怎么了？人品好，有能力，就是比你强。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。拿着东西滚出我家！李峰，你居然夺人所爱，这仇我记下了。别搞错，是你先出轨的。哼！原来这个包是这个急用。谢谢你，我把刚刚治疗伤疤的费用给你。哎，都是一家人。刚刚逢场作戏，别当真。好吧。支付宝到账500万元。那以后还请钱小姐多多照顾我的生意。放心吧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差点忘掉。你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闺蜜寄存在我这里的，放了一段时间了。这是一套翡翠首饰。对，但是损坏的很严重。我闺蜜可是大明星，这个东西她本来想演出的时候戴，不知道被哪个不长眼的下人摔坏了。也可以修，不过要带回家。交给你了，这套首饰价值1000万，修复好，我闺蜜不会亏待你的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项链、耳环，这一套上千万，果然是好东西。到点了，可以修了。修好了，真是漂亮。累一天了，歇一会儿。哎呦我去！著名演员周云被黑粉泼硫酸，罪魁祸首已经被绳之以法。这年头真是啥事都有啊！喂，钱梦，我准备出发了，你今天在家吧？我不在家，你来一趟第一人民医院吧。去医院做什么？我闺蜜在工作的时候出事故了，现在在医院躺着呢。好吧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好，120病房在这里吗？你要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送个东西。难道你也是黑粉？啊！这保镖真笨。我的脸，我的事业，我的爱情，没了，都没了。没事的，周云，我认识一个神人，一定能帮到你。钱梦，不要做梦了，没人能帮到我。钱梦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外面我说我要来这间病房，就有好几个大汉追我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甩掉。完了，忘给保镖说了。没事没事，你来了就好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峰，就是我说的那个神人。神人称不上，就是个修复师。李峰，这是我闺蜜周云。你就是周云，那个大明星，被黑粉泼啊！那个大明星，我最喜欢看你演的节目了。修好了，你看看。周云，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的那套翡翠首饰，李峰已经修好了。修好又怎么样？我也用不上。他这样是不是不会给我结尾款了？哄不好他，你的钱肯定是没了。
周小姐，其实钱梦姐说的不错，我就是神人，我修复了钱梦小姐身后的伤疤，也能修复好你的容貌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！我背上的伤疤都好了。这又是啥意思？不是脸的事吗？不知道啊。陈万里是谁？她丈夫。钱梦，我不想把脸治好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到我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他就毅然决然的走了。大家都只是图我的美貌，图我的钱，根本没有真正关心我。经过这次事情，我已经看透了，心也凉透了，心灰意冷了。周云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而且说不定他还会回心转意呢，还有很多人都很在乎你啊。对啊，你是大明星，还有很多粉丝喜欢你呢。周小姐，你看看，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关注你的身体状况，你可不能自暴自弃啊。我可就你这一个朋友。周云，外面那个保安真烦人，今天人还真不少啊。陈万里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不想废话，签了吧。这是……你要跟我离婚？你也太不是东西了！周云刚刚出意外，你就这么着急来离婚？人都毁容了，就别这么大架子。我架子大，当初是你要死要活的追我，说会爱我一辈子的。那时候你是大明星啊，你长得好又有钱，谁不喜欢？看看你现在，毁容了，演艺生涯就结束了，钱也赚不到了。我还跟你在一起做什么？喝西北风啊？你谁呀？啊！你干什么？这一拳是因为你不配做人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教训我？听好了，我是钱梦小姐找来的修复师，今天前来就是为了修复周云小姐的容貌。什么玩意儿？修复她的容貌？没错。周云，你看看你现在身边都是什么人啊？还修复容貌？看来你不太服啊！硫酸泼脸啊，小子，怎么修复？你今天要是能把他的脸修好，这张离婚协议我当场吃了，再给周云磕3个响头。要是你修复不好，就给我磕3个。好啊。陈万里，有什么事情就冲着我来。李先生，这事情……你们都出去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对不起，李先生，让你卷进这种事情。没事儿，我受钱梦小姐的委托，帮你修好了首饰，那你就是我的客户。既然修好了，我就一定让你重新戴上，不然我不就白修了。更何况你不戴，我怎么好意思要报酬？谢谢你，李先生。要是你真的恢复了我的容貌，我愿意给你1000万的修复费用。如果没修复好，其实也没关系。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周小姐，你闭上眼睛吧，我这是一种强光疗法，要是眼睛睁开，可能会被刺伤。好。好了，外面的可以进来了。这就好了。有什么感觉吗？没什么感觉。这么快？开什么玩笑？不过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你履行赌约了。把绷带拆下来看看吧。我不太敢拆。赶紧拆，我可没这么多时间浪费在这里。你这么着急，那你拆吧。好啊。天啊！不愧是大明星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一定是做梦。看来回复的不错。
真的吗？你自己照照镜子。好了，真的好了。李峰，谢谢你。周小姐，你要不要起来戴上那套首饰？我又和以前一样了，太好了，周宇。那么接下来，那个姓陈的该算账了吧？什么？算什么账？把离婚协议吃了，然后给周玲磕头道歉。亲爱的，这里面其实有误会，我心里一直是爱你的。伸出手给我。看来周玲是真的清醒了。什么？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成全你啊！不，我不想离婚了，我这就把这协议吃了。谢谢你让我看清真实的你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周云，滚！真是小人啊！便宜他了。谢谢你们，不用客气。立峰，我答应你的1000万，还有修复这套首饰的费用，一共1500万，现金还是转账？转账吧，1500万现金，我怕是带不走。支付宝到账1500万元。既然我的事情做完了，就不多留。可以人物？什么可以人物啊？别追了，回去好好保护周小姐吧。钱也到手了，也到月底了。现在账上有将近2000万，买别墅。这人不会是来买房的吧？他这样也不像是有钱人吧？你去接待吧。怎么没有人接待啊？你好，先生，厕所出门右转。我不是来找厕所的，你们这边房子都有什么户型？先生，我们这里是顶级住宅区，300平的大平层，500到2000平的独栋别墅都有。但是恕我直言，先生，您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。看不起人是吧？在这里买房的都是名流，你要是能买得起，我直接辞职不干，别耽误我接待其他人。你们经理在哪儿？你们就这么接待顾客？实在抱歉，您要买什么户型，我帮您挑选一下。我一个人住不了太大，就500平的别墅给我安排一下，最好的位置。好的，先生，刷卡还是转账？刷卡。你真有钱啊！你脱衣服走人。老板真是有眼光，我们的别墅区那可是名流云集，演员、歌手、企业家，各种明星都在这里买的有房。那是哦，我知道他怎么坐轮椅了。一看您就不常关注体育赛事。刘飞翔这个跟腱受伤了，早都退役了，现在在我们这里买房子要享受养老生活了。因伤退役，生意来了。先生，我还有其他事情，就失陪了。好。这个房子不错，不用上下楼，方便。搞得我好像个80岁的老年人。哎，您是刘飞翔吧？世界冠军。陈年往事，现在坐轮椅了。哎呀，我以前是你的粉丝啊，太可惜了，英雄迟暮。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还能碰见我的粉丝。刘先生，我不忍看见您如此模样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其实有一秘方。刘先生，你这腿不是不能动了吗？我右腿受的伤，你这个假粉丝啊，真当我没看出来？
卖假药卖到我头上了，老子比赛的时候兴奋剂都没吃过，会吃你这假药？刘先生真误会我了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峰，是修复师。如果刘先生买刚刚的那套房子，我们就是邻居了。修复师？不就是修理工吗？说这么高大上，那可不一样，我什么都能修。车能修，手机小菜一碟，精密仪器、古董、文献，我什么都能修，就连你的腿也可以。我这条腿让专业的医生看了，没希望了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再一次走上跑道。交给我吧，不好不要钱。真的，你要是能治好，我给你100万。好，冠军的腿才值100万。500万。你需要什么医疗器械吗？不用。真稀奇，我可是拭目以待。刘先生，我这个是一种特别的强光疗法，容易刺伤眼睛，先用毛巾盖住脸吧。不会是怕秘方泄露吧？刘先生稍等片刻，马上就好。这感觉痒痒的，挺舒服。好了，刘先生。这就好了。你尝试动动腿。没事的，大胆一点。我能走了，我真的能走了，我能跳了！我去，太神奇了！李峰，你简直是神医！恭喜恭喜，你现在腿已经恢复正常了。要是做一些训练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重新回到赛场。太棒了！哦，对了，500万，咱们说好的，我现在就给你。转账就行。支付宝到账500万元。刘先生，要是您认识的朋友有和您相同的情况，也可以来找我。李峰，你要是这么说，我还真要照顾照顾你的生意。我有2个朋友在疗养中心，原来和我一样都是运动员，现在都退休了。明天吧，我到时候给你发位置。好。不科学。医生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我真的遇到了一个神人，他把我的腿治好了，很快1分钟都不到。你这个腿可能是回光返照，搞不好过2天就彻底不行了。去你的！好心找人帮你们治病，你们还不盼我点好？主要是你这个说法太离奇了。医生给我们都做过全面检查，我们确实是积劳成疾，迫不得已退役，该休息休息了。你们咋就不信呢？刘先生，救命稻草来了！李峰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张科、林雨丹，我没想到还能见到你们活人。我们只是退役了，离死还远着呢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你们的粉丝啊！你偶像怎么这么多？你知道他们是干啥的吗？当然知道了，张科乒乓球冠军，林雨丹羽毛球冠军。闲话就少说了，你就是那个神医。正是。就是你治好了刘飞翔的腿？没错。你是医生？其实不算医生，我是修复师。什么啊？原来是个修理工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国外留学回来的医学天才，有什么先进的技术能治好他的腿？怎么看不起修理工？我要对我的顾客负责，不可能让你去胡乱给他们治疗的。恐怕你就连行医资格和护士资格都没有吧？我确实没有，但是我治好了刘飞翔的腿。你们这么大个疗养院，每天钱估计没少收，又治好了几个病人。你问问他们愿意不愿意让你治？二位愿意不愿意让我尝试一下？这不好不要钱。要不试试？毕竟有刘飞翔的案例，而且不要钱。你们还想在这里躺一辈子吗？试试就试试嘛，反正死不了。怎么样？反正我不信，治好刘飞翔肯定是巧合。
我就喜欢不信我。那我们打个赌，我要是治好他们怎么办？你要是治好他们，我就把收取他们治疗的费用全给你。嗨，那才多少钱？我们可是每个人前后交了500万呢。我去，真黑啊！那么2个人也就是1000万了，一共1000万。你要是能治好，我就都给你；但是你要是治不好，那就别怪我告你非法行医了。一言为定，去准备钱吧。先治好再说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这是独家秘方，不泄露。二位，我这个疗法是强光疗法，可能会对眼睛不太好。现在开始，一定要紧闭双眼，千万不能睁开眼睛。希望能有用，坚持住。好了，外面的可以进来了。感觉好像是舒服了一点。让我看看，怎么样？我要告你非法行医！来人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么急着赶我走，怕不是心虚吧？我是专业的，我看了他们的身体状况，和我出门之前没什么两样。你就是个江湖骗子，不相信科学，迷信鬼神之术。不是，这么多帽子，你想压死我呀？你们把绑带解开，尝试性的活动活动。不能解开，会加重原来的伤势的。这可怎么办？你们真的是运动员吗？我可没有看到你们的运动精神，一点小伤就让你们困在这张床上，真是废物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看老子不把你晚饭打出来！怎么样？身体是不是好多了？真的感觉不疼了，真的有用。别愣着了，活动一下。好了，真的好了，我觉得我又能上赛场再战500年。这身体就像是我当年刚刚踏入球场的时候一样。怎么样？我没有骗你们吧？还不好好感谢我，给你们找来了一个神医。大恩不言谢。我看还是好好谢谢这位小兄弟吧。喂，你想要我签名吗？那就不用了。你不是说你是我粉丝吗？这个嘛，我看又是假粉丝。先不说这些了。喂，专业的医生，怎么样啊？这还想用自己的权威吓唬我们？你的医德在哪儿？哼，你确实没有任何证明，我为了保险起见才那么说的。不管你怎么狡辩都无所谓。愿赌服输1000万。1000万？这个你不想给？这个我还是需要向医院上面说明情况，看看领导怎么说。我们现在都已经好了，我们不需要治疗了，把钱退给我们。这也不行。这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你们身体的恢复很有可能，不，一定是我们前期的治疗发挥了作用，不是他治疗的结果，他只是碰巧了。真是无赖！你刚刚不是还说我们的伤没好，而且活动后还会加重吗？疼！我建议你不要不知好歹。我错了，我改。支付宝到账1000万元。算你识相。好了，钱也退过了，我们是时候该去办理出院手续了。我和你们一起吧。看来待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，走吧。等一下，怎么还不想让我走？你们这里是疗养院还是赌场？不是，你误会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什么都能修复？你是男人吗？有什么事情就快说。要是不说我就走了。
要是没有零件能修吗？没有零件也能修，但是价格会贵得多。我要尝试能不能找到零件。小兄弟，我今年也30多了，但是还没有孩子。不孕不育去医院看病哦，说不定还能治好。要是医院能看好我就不说了，不是简单的不孕不育，是因为一次事故导致我下面被截肢了。整个都没了。小兄弟，虽然平常我黑是黑了点儿，但是赚的也多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脸都不要了，肯定赚得多。但是就因为我这事儿，我老婆也跑了，说我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。给钱也没用，拿着我的钱养的小白脸。你这人生挺丰富啊。我本来看你做事就不像个男人，但是没想到你是真太监。所以你看我这情况还有救吗？你觉得科学吗？看到你治好他们之后，我相信玄学了。我确实能治好你，但是你这个人不行，不老实。你只要治好我，我从此改过自新，老实做人。另外，我把我存的钱都给你。多少钱？800万。800万治疗个普通的病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这个情况，零件都没了，不行。再加一辆车，我还有辆宾利给你了。只要你能让我重新成为男人。今天还剩一次机会，刚好能够用在他身上。行吧，躺床上吧。闭上眼，不然把你眼睛刺瞎了。好。搞定了，你现在又是一个男人了。我真的好了？真的吗？他又回来了。谢谢你。别光谢，付钱，别想赖账。一定一定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车。好。以后这辆车就是你的了。你还单身吗？单身。以后不会了，开着它，大把的小姑娘追你。走了。这才是属于我的天地。喂，李峰，是我钱梦。钱梦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的，下周是我父亲的生日，所以我想让你陪我准备一件生日礼物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乐意之至。太好了，那明天下午古玩城正门口见。好。这家还是有一些名气的，我想在这里看看有没有好的。没想到伯父还是古玩爱好者，那我们一定要好好挑一挑。欢迎光临盛世古玩店，鉴宝还是看古玩？看看古玩有没有什么好货。本店每一件商品包老包真包到袋，童叟无欺。二位看看吧，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，宋代的玉佩和明清花瓷。这玉佩不错，多少钱？6000万。多少？6000万？你卖国宝啊？哼，买不起就别买，又没人逼你。古玩这东西不是穷人玩的，你看你就是个穷鬼，带女朋友出来买古玩，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你说什么呢？把你们老板给我找来。别把我们这桌子拍坏了，也是几千万的货呢。还有，老板不在。不一定要买成品的古玩，价格高，而且真品数量少。若是这些破损的瓷片，我用修复手电筒将其恢复原状，岂不是既能低价得到真品送生日礼物，又能大赚一笔？
这地上的瓷片怎么卖？5块一片，地里面挖出来的都是真货，便宜你了。我全要了。啊，你要那些做什么？没事，相信我。送女朋友瓷片啊，真有你的！别扯这么多，打包。一共30片，150块。我们走吧。我还是没明白，你要这些不值钱的碎片做什么？你忘了，我是修复师啊。哦，你是想把这些都修复了？对啊，你别看这些现在都是碎片不值钱，但是都是实打实的古董。要是修复好了，说不定有什么真品。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局限于品相了，品相越差越是我们的目标。聪明，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多的收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物品修复后的具体价值，要选一个珍贵的作为叔叔的生日礼物才行。前面怎么这么多人？好像是出什么事情了吧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走不掉了，必须赔钱！住手！干什么？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小女孩，要不要脸？人家一个小姑娘，你这么做不太好啊！哎呦喂，天地良心啊！不是我要欺负她，我就是一个做生意的，我没事跟她一个小姑娘过不去干什么？但是你们看看，这是我压箱底的宝贝啊，很值钱的，被他打碎了，你们评评理。什么我打碎的？分明是你想讹诈我，是你自己打碎的。我疯了，我讹诈你？你有钱吗你？这老板说的有道理，既然打碎了，肯定就要赔钱。我哪有钱赔啊？李峰，你说这该怎么办？这事现在说不清，不过我们可以把瓶的碎片买过来。人家能卖吗？试试吧。老板，这个钧瓷瓷品卖多少钱？这个要是完整的话，我售价400万。但是这钧瓷的价值远超400万。现在既然已经摔碎了，重新修复好，价值也会大打折扣。我不管，你既然站出来要替他出头，你就400万全款收走。可以，400万我要了，把人家小姑娘放了吧。这人疯了吧？花400万替这小姑娘出头，真原价买啊？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好，这是你说的400万，一分不少。出示收款码。我觉得这个钧瓷的瓷罐修复后送给叔叔正合适。可以。你们好。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你们刚刚救我了，我当然要来感谢你们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陶宛如。你家人呢？我是个孤儿，每天在这个古玩市场捡一些没人要的东西，然后倒卖一下。原来如此，那想必你不单单是来感谢我们的吧？被你猜到了，我猜你那一兜全是瓷片吧？我这里还有一些货，都是好东西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来看看。看看呗。来看看吧，这是我攒的东西。你攒了不少啊。日积月累呗。这都是你捡来的？放心吧，我可不偷不抢，这些都是没人要的，我捡来一般会卖给一些像你一样回收的人，赚个饭钱。我都要了，多少钱？你们刚刚帮了我大忙了，我怎么还好意思问你们要钱？你们要是想要的话，
就都送给你们了。真的？那你的辛苦可是白费了。我也没什么能报答你们的，就这些了，多了没有？好吧，那我们就拿走了，再见。回去吧，有消息我会通知你。这个摊位上的东西感觉还可以。小伙子，来看看古董啊！老板，你这里是收破烂的吗？什么收破烂的？我这都是货真价实的古董，和珅当年用的烟斗都是宝贝。这也是古董？哎，这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唐代大画颜本利的画作。老板，这破的连画都没有了，你是怎么知道这是谁的画？这不是有落款吗？这是你自己盖的吧？我告诉你，这颜本利不是一般人。但是只有落款啊。他的画作复辇图是国宝，但是这只有落款啊。颜本利的画市面上已经绝迹了，买不到，就我这。但是你这里也只有落款啊。200块卖你了，就卖你一个落款。要是用手电筒复原颜本利的话，那才是赚大发。这落款你也能复原？试试看吧，万一呢？今天收获颇丰啊！哈哈，剩下几天我可是有事情做了。你怎么走？这2天少来一辆迈巴赫。迈巴赫可以啊，行吧，那我走了，等你的好消息。放心吧，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次可是个大工程，先把寿礼修复了，钱梦的一件，还有我也要送一件。搞定！400万的钧瓷果然不一样，就是漂亮。颜本利的山水画，看看是不是真的。真是颜本利的画，虽然不是名作，但这一幅画怕是也能值好几百万了。送给钱梦的父亲刚刚好。钱梦，李峰，你到了没有？快了，马上到。这次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件东西送给叔叔。是吗？那你快来吧，人都快到齐了。好。你来了。给，你的瓶子。怎么信不过我？那当然不是，我就是在想你是怎么修复的这么完美的。这画你也复原了？对啊，这真的是颜本利山水画，这次正是给叔叔的礼物。那不是蒋文龙吗？他怎么也在？我父亲是东门子公司的总裁，今天生日，企业家和政要都会来这里。蒋文龙的父亲是西部通用集团的总裁，今天当然也会来。我们过去吧。好。爸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女儿用心了，我看看。哎呦，真是不错啊！钧瓷的瓷瓶不便宜吧？对了，爸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李峰。叔叔好，这是我准备的礼物，不成敬意。哟，这不是那个穷光蛋吗？谁让你来的啊？邀请的怎么了？他来送个不值钱的画，这不是脏了叔叔的眼睛吗？你觉得我这礼物怎样啊？你送的当然好了，一看就是真品。我这瓷瓶是李峰帮我选的。啊，是吗？怪不得，我看这画的落款是大画家颜本利的画，相当不错。叔叔，您喜欢就好。李峰是吧？我常听钱梦提起你，说你在修复领域很有能力。没有没有，但是想要追钱梦，恐怕还是不够啊。我期待你的成长。李峰，放轻松，我爸就这样。
看来我没有得到叔叔的认可啊。哪有？他不是收下你的礼物了吗？放宽心，来吃点东西吧。今天美食可是不少。对了，剩下的那些古董怎么样？车上放着呢，一会儿吃完饭去卖掉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吕老板，哎呦，是李峰啊！吕老板，我最近新弄了一些瓷器和铜钱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这么多？对啊，多收了一些。行，拿出来我看看。怎么样？不错，真不错。你从哪儿搞来这么多？官窑、民窑都有，宋元明清一样不落。古玩市场淘来的，这边还有钱。钱？我看看。五帝钱都有，还有山鬼花钱、福禄花钱。老板，你算算吧，能有多少？367、418。算好了。算好了多少？一共7389455。怎么有零有整的？这样我吃点亏，740万吧。这是你吃亏吗？这不我吃亏吗？凑个整吧，这么大的单子。行吧。付宝到账740万元。老板，当东西。当什么？看看我这和田玉，我这块可是老玉，成色又好，先当200万不过分吧？过2天我用完钱就回来赎走。可以。谢了，老板。吕叔，这玉石这么值钱？我跟你说，玉石的水分是最大的，成色好就是值钱，是几十倍、几百倍的涨价。要是成色不好，有杂质或是开裂，那完了，立刻就不值钱了。这样，你要是有时间去赌石坊看看，那叫一个刺激，一刀穷一刀富。老板，哪里的赌石坊最大？那当然是东城的了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这就走了？不坐下来喝杯茶？各位，今天我们赌石坊的货是刚刚从东南亚运过来了，都大货，大家尽管放开了玩。你去试试呗，我哪有钱啊？动不动几10万就打水漂了。哎，这不是楚生兄弟吗？这不是楚生吗？听说上一次切了一块小帝王绿，500万就到手了。这次看看他能捞多少钱。这个叫楚生的看起来很有实力。裘老板，钱带来了，就是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好货。哎，我这儿都是好货，您看看哪一块上眼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0万。老板，你给个实在价啊，5万可以了，我再挑一块。那个大一点的多少钱？实在价80万。2个一起呢？老顾客了，算你60。发财发财，急急如律令，阿弥陀佛，阿门。直接切吧。先来块小的试试水。出货出货！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块普通的破石头。要是真有人花20万买了这块石头，才真是亏大了。下一块。有货好，像真有货。
这怎么杂质这么多？还有开裂，不值钱了。但是这玉要是没有杂质和开裂，绝对是100万级的存在。100万级的存在，要是我买下这块石头，用手电筒修复，岂不是轻轻松松又能大赚一笔？你说那有什么用？现在就是不值钱。今天运气不好，走了。别急着走啊！要不楚先生，你试试我这店里的原石王。原石王？我可是看过了，料子好得很，种水都很好，肯定是帝王绿没错了。那你自己为什么不留着？做生意嘛。让我看看。好，就它了。多少钱？100万。我怎么觉得凶多吉少？周老板，这是我全部的家当，一共600万，你卖不卖？这要是品相很好的帝王绿，价值至少也有3000万啊！劳力士也给你了。赌这么大，要是赔了，你就倾家荡产了。赌石就是这样，我相信我自己。好，冲你这气势，卖给你了。老板开吧。好。帝王绿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！真是帝王绿，难道真让他赌到了？完了，居然是帝王裂！完了！周老板，这怎么能是帝王裂呢？我又不是长了天眼，你就说他帝王绿吧。这一下分文不值了。赌石嘛，有赚有赔。各位，这好歹是帝王绿，我低价出售，你们谁要？说不定再切一刀就有完好的地方了，你们谁要？没机会了，不值钱了。就算你卖10万，我也不敢赌，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我要了。你说你愿意买？这个还有你刚刚切的那块，品质不好的，我都要。喂，年轻人，你怕不是疯了吧？要这些没用啊。败家都没你这么败家的。小伙子，要是喜欢玉石，可以在我这里买，原石成品都有，何必去买这明知是赔钱的货呢？出低价买，随便加工加工，看有没有利润。你出多少？1000万？100万？1000块。1000块，你刚刚看到了，我花了几百万买的原石，但是你赌输了，1000，爱要不要？我可没义务可怜赌鬼。1000块，没有人再多出一点的吗？这人真是奇怪，花钱买了一对没用的石头。小伙子，你是对这种残次品感兴趣吗？还是说你是地质学家研究玉石的？不然我实在想不通你要这些做什么。你就当我是残次品收藏家吧，我就是喜欢收藏一些残次品的玉石啊、古玩瓷器什么的。这样的话，我这里倒是有很多啊，一些开出来品质不好的翡翠，你要看看吗？那我看看。跟我来吧。这些，放心吧，没人偷。这做工倒是精致的很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可是整个市数1数2的赌石店铺，这精品货当然也有不少。你看看这些帝王绿、花瓶，这些破石头都有。这些是鸡肋，扔了觉得可惜，但是又很难做成成品卖一个好价格，就这样扔在柜子里了。确实，要不是我有修复手电筒，这些货打死我也不会买的。老板，这些都要。说实话，这些品相我也真不好意思要你多少，一共3万块，你拿走吧。邱老板，这都是鸡肋了，还要我3万块？我也没办法，那你出个价。5000，你的了。老板，有没有好看一点的玉簪？
玉簪啊，嘿嘿，送心爱姑娘的吧？有现货。你看看这个，料子也是帝王绿，水头好，冰种已经接近玻璃种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件可算是我们的镇店之宝了，1800万。好是好，就是太贵了。既然如此，我想有一件玉簪一定合你心意。断了的玉簪，这件玉簪和刚刚那一件是双胞胎，但可惜这件玉簪夭折了，在雕刻打磨期间意外断裂，太可惜了。这一件若是完好无损，岂不是也能价值1800万？这是当然，不过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是用金镶玉的手法，价值也会大打折扣。这件多少钱？这件300万，我保本。我就冲着这料子，5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50万，能卖一点是一点。这簪子断了，就只能在这里放着。要是变成50万现金，老板你还有机会赚回来。老板，钱给你转过去了。好，别忘了门口的那2块。知道了。又是大工程啊！1800万的玉簪，送给钱梦正合适。剩下的开始修复吧。总算结束了。这些玉石不知道能赚多少钱，去吕氏古玩店问问吧。哎呀呀，李老板来了，还是叫我李峰吧，叫李老板听着别扭。今天又带了什么好东西啊？吕大哥，您上次不是跟我说玉石刺激吗？你去赌石了？赌石风险大，不过我去看了，确实刺激。那人最后几百万变1000了。是吗？这好戏让你看上了。托您的福，我也低价收来了一些玉，你帮我看看。嚯，这么多，品质一般吧？玉石的水深，品质不好可是不值钱的。你看看这个吧。这帝王绿啊！对，帝王绿，我这里还有。反正我对玉石不太了解，劳烦您帮我看看。紫罗兰、和田玉、黄翡，我的妈呀！没有开链，没有杂志，你从哪搞这么多？你去东南亚抢矿脉了？我抢什么矿脉？这都是运气好捡漏了。您算算多少钱？都给你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就怕你吃不下这么多。喂，老婆，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，还有车。对，快点，有货，3套房子全部抵押。我给你倒点茶，您坐这里歇一会儿。不用不用，吕老板，你就快算钱吧。好，1000万加300万，再加200万，再加700，再加，算完了，我直接给你抹个零头，都老客户了，3000万。好。支付宝到账3000万元。喂，李峰。钱梦，我正准备去找你呢。我也准备找你呢。我们公司数控集团的核心部件坏了，国外的工程师要下个月才能来修。那正好，我过去顺手修了。那太好了。李峰，你来了。
今天是七夕，这个玉簪送给你。哇，真漂亮！李峰，谢谢你。这几天公司事情多，都给我忙晕了。李峰，这个我就收下了。你看看这个零件，能修吗？没问题。太好了，你要是修好，我让公司的账户给你打500万的修理费用。好。小姐，我听说你要让一个外人维修核心零件，是他吗？这是李峰，一个很厉害的修复师。但是，小姐，万一修坏了，国外的团队肯定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要更多的钱，那时候就不是几百万的事情。国外的团队下个月才来，难道你让公司这个月停产吗？你是哪个团队的修理工？我自己一个人。你是国外名校的高材生？不是。你能修好吗？能。你放屁！既不是名校出身，有没有强大的团队做背书，你也配修这核心零件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上帝的左手，东门子公司。你难道忘了为什么要国外的团队来修理吗？还不是因为这项技术被垄断了？你怎么能相信他能有把握修好呢？我心意已决，不要争辩了。公司停产几10天，损失上亿。你作为公司的修理工，没能力修好说零件，这笔钱我是不是要找你要？我就一句话，他要是能修好，我辞职走人。但你要是修不好，那之后国外团队来修理的费用就由你来出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现在开始修，你们暂且回避吧。好。修好了，进来吧。你自己看看，怎么样？这真的修好了？李峰，我就知道，相信你准没错。你这么修好的，用了什么仪器？这是我的独门绝技，不外传。核心零件是修好，但是还有问题没有解决。还有什么事情？公司的新产品就要开发布会了，但是这一段时间公司频繁的遭到攻击，这核心零件是被人恶意破坏的，就连公司的机密文件也遭到了黑客的攻击。机密文件遭到黑客攻击？对，很多情报已经泄露，父亲悬赏500万聘请专家修复文件，但是结果都石沉大海。要是我修好了，2个500万能一起给我吗？你也是黑客？我是修复师啊。跟我来。这些都是黑客，正在修复文件。他们能行吗？已经换了好几批了。该死！这怎么可能？文件不但损坏，还被植入病毒了，根本破解不了。废物！这样下去，公司就真的完蛋了。父亲，要不让李峰试一下？钱总，这个机密文件的事情，我会请我们圈子内的大佬过来，他肯定能够修复，只是价格可能比较高。多少钱？可能要好几千万。罢了，快请来吧。叔叔不用那么麻烦，我500万就行。哼，你能修吗？就500万，我们3个合力都没能成功，你一个外行凑什么热闹？我说能修就能修，不用多长时间，给我1分钟。要是说你努力个3天3夜，我们说不定还被你这个外行吓唬住了。但是你说1分钟，你怕是连黑客这个概念都不知道吧？敢打赌吗？1分钟，你要是能修好，我们3个把电脑吃了；你要是修不好，你作为骗子的信息明天就挂在网上了。一言为定，给我一个人留一些空间。李峰，你要是真能修好，我给你1000万。李峰，加油，我相信你。就靠你了。总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挑战我，你们可以吃电脑了。太好了，
修复了，文件修复了。花钱不是请你们这些废物耽误我的时间的，没修好还有一大堆借口，还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李峰，太谢谢你了。对了，刚刚说好的，给你1000万，还有我的功劳呢。爸，那个核心零件还有500万。叔叔，其实不用的，您太客气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工作是工作，这都不好意思。支付宝到账1500万元。李峰啊，这次我看出了你的能力，我其实还有个委托。叔叔您说。我想让你和钱梦一起参加世界博览会，东门子公司的新款助听器要在博览会上开发布会。若是发布会顺利开展，我有意给你一些公司的股份，做公司的股东。李峰，我们公司1%的股份可是1个亿。真的吗？那我太荣幸了。小张，这么晚了还在这里忙活啊？钱小姐，我和修理工大哥这不是提前看看场地，辛苦你们了。小姐，我都检查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明天记得来看场子。好。这地方就是咱们公司的展位啊，位置不错。这不是蒋文龙他们的公司吗？真是冤家路窄，肯定是故意放在我们对面的。钱梦，再检查一下产品吧。刚刚小张已经检查过了，应该没问题。以防万一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不对，快过来看看，这助听器好像被人为破坏了。连接处已经被破坏了。我知道了，卧底。钱梦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找那个修理工，一定是他。上次在修核心零件的时候就百般阻挠，这次他负责产品维护，竟然出现了这种事情。新款助听器是我们公司领先于同行的核心产品，这么重要的东西被破坏了，他脱不了干系。自从我到了公司，从零件到文件，现在是助听器，你不觉得这都是有预谋的吗？蒋文龙一定是他们公司搞的鬼。我现在去找凶手，未必能够成功，反而可能会打草惊蛇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个助听器是试用机型，开完博览会才能开始量产。父亲今天交代的任务晚上就搞砸。没事的，这个助听器我会先修复。明天博览会，我们不但要抓凶手，也要把幕后真凶一并拿下。好。对了，这个助听器有模型吧？有。明天先把模型摆在这里，一切正常进行。真品我先拿着，诱敌深入。果然是这样。西部通用公司是吧？这次一定把你们的邪恶嘴脸展示给大家看。各位老板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本公司研发的新一代助听器，产品覆盖了不同听力损失程度的需求，采用全数码编程化技术，具备智能降噪和无线兼容功能。现在这款产品的售价是多少？现在展示的高端款单品价格是2万元，后续还有经济款型，价格大约在5000元左右。是西部通用集团。这东门子公司真是不得了啊，又出新产品了。各位老板，幸会幸会！想必大家都知道，近期不通用子公司不但生产车间遭遇了问题，就连公司核心文件……你知道的这么清楚，难道说东门子公司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出自你们？没证据别乱说，小心我让法务部门告你们诽谤。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说，你们东门子公司也是大公司了，走在科技前沿，研发进度缓慢，大家能够理解。没必要欺骗大家说有新产品了。蒋文龙，你说这东门子的产品是假的？蒋文龙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公司怎么就骗大家了？产品不就在这里吗？大家可以试用啊！再等等，这不是产品就在这里吗？别睁眼说瞎话！哎，怎么是模型？各位老板，听我说两句。哦，你作为东门子的员工，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想说，我们公司确实欺骗了大家，产品其实并没有做出来。我们开博览会只是为了拉投资。小张，你为什么？公司亏待你了吗？你们给我多少钱都没用，我的良心过不去啊！我以后就去西部通用公司了，他们才是有良心的企业。有良心吗？大家都听到了，
就连东门子公司自己的员工都承认了，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真是没想到，东门子100年企业也会走到今天，没有一点企业信誉，净想着套我们的钱。打倒黑心企业，打倒东门子公司，打倒黑心企业，打倒东门子公司。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昨天检查的好好的。是。好了，演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该收网了。打倒黑心企业！行了，别喊了，这里有你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东门子怎么黑心了？你刚刚耳朵聋了？当然是欺骗大家了。你们自己的员工都说了，根本就没有新产品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新款助听器吗？刚刚放在那里的是模型，这件才是正品。不可能，根本就不能用。能不能用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我来试试。我有轻微的听力障碍，说起来也一直是东门子的顾客，是不是新款？我一试就知道区别。那好，就让你来试一试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老板，这助听器戴着还舒适吧？舒适，听得也更加清晰了。还有降噪功能，确实和之前的款式不同啊！真的？这就是你办的事儿！我确实破坏。大家听听，我还没问罪就自己承认了。我听得很清晰。各位老板，这蒋文龙买通东门子公司员工破坏新产品，大家可都看到了。我没有，都是这个人自己说的。这一切都是小张干的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什么都是我，明明是你指使我的，你让我这么做的。狗咬狗了。钱梦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会通知法务部门的。蒋文龙，你就等着接律师函吧。小姐，我真的是猪油蒙了心，我给你们做证人，求求公司放过我。看你表现了。哼！西部通用集团手段竟然如此卑劣，我回去就终止合作，我要加大对东门子的投资。感谢诸位老板的支持。大功臣来了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太谦虚了，我已经听钱梦讲过了，一夜之内不仅修好了产品，而且还在博览会上抓住了卧底，揭开西部通用集团的虚假的面容。蒋文龙蠢材一个，不但自乱阵脚，而且还给我们反将一军的机会。我们已经终止了与西部通用集团的所有合作项目，而且已经起诉他们。那太好了，我相信很快判决就会出来。我已经把公司3%的股份转让给了你，现在你也是东门子公司的股东了。谢谢叔叔，那我以后可是要为东门子公司效力了。哈哈哈，好小子，好好干。3%的股份，价值3个亿。恭喜你啊，李峰。喂，哪位？李峰，是我啊，吕大德。哦，吕大德，最近有人给了一份古籍，我想让你看看能不能修复。我现在修复的价格可不便宜，人家主人有的是钱，愿意出5000万，这东西我可是好说歹说，说能修复才留住的。你要是修好了，咱们2-8分，我2，你8，爽快吧？那我现在过去看看。吕老板，什么穆彦斋书画鉴赏笔记正版让我看看。哎，李峰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就是这个穆彦斋书画鉴赏笔记正版的残页，就这一页纸，我还以为是正本的呢。哼，要是正本的，可就不是5000万那么简单了。
九司杨太天先生你好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修复师李峰。李峰，这位是木燕斋书画鉴赏笔记正本的主人，杨太天先生。你好。这手很粗糙。这是摸金符吗？小伙子很年轻啊，我还以为修复师至少也是个中年人。人不可貌相，李峰兄弟的手艺可是修复师里的佼佼者。闲话少说，多长时间能够修复？那要看修复成什么样子了。什么意思？若是修复好这一张，可能很快；要是一整本，就多给我几分钟吧。你在做梦？你怎么能修复一整本？我为什么不能？之前有个岩本利的山水画只剩个落款，我直接修复了整幅画。你从哪儿找了个吹牛逼？不信可以试一下，我这里不好不要钱。我就要整本的，你给我弄出来正本的，我给你1个亿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那去后面收藏室修复吧。稍等片刻。居然，这书确实很有收藏价值。那个杨青天应该是倒董得来的，说不定他那儿还有很多宝贝。修复好了，进来吧。看看吧，看我是不是吹牛逼的。真的修复好了？你怎么做到的？修复过程保密。这也太神了！你这残篇是从哪个地方弄来的？你不是摸金校尉吗？获得过程保密，我愿赌服输，说1个亿就1个亿。支付宝到账1亿元。记得28分。知道了，李老板，少不了你的，我直接给你转过去了。李峰，我这边想跟你合作。合作？我可不倒董，怪吓人的。其实我们摸金校尉已经不再做破坏性的倒董生意了，主要是和考古学家一起发掘古墓、修复古董。那你其实就是民间的考古学家了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，我这里有成批量的古董等待修复，你可以按市场价来，最后一起算钱。可以，大概有多少件？3、400吧。多少？3、400件？你放心，我们这边绝不会让你吃亏，因为你的修复水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我们会根据你修复后的价值付给你钱。哦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单子我接了。那太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明天吧。那我明天去找你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姓杨的木燕斋书画鉴赏笔记残篇在哪里？陈教授，我带出去修复了。我就知道你又在外面找那些草台班子，他们懂文物吗？要是把这么珍贵的文物弄坏了，唯你是问。已经搞定了。这不可能！来来来，大家都好好看看。这个倒斗的时候说他找人修复了木燕斋书画鉴赏笔记正本。木燕斋书画鉴赏笔记不是只有残章了吗？这怎么是整本的？哼，依我看，肯定是这个倒斗的死性不改，把真品卖了，拿这个赝品糊弄大家。陈教授，大家同事一场，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。庞教授，您是古籍专家，学术泰斗，您看看这木燕斋书画鉴赏笔记正本，这是真的，我直接不干了。
这是真的？刚刚的话当我没说。你一个教授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这是谁修复的？唐教授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峰，我发掘的民间奇人，残章都能够复原，我带来协助修复文物。你说协助就协助，怎么证明是他修复的？这还不简单，给我一件文物，我修复一下就行了。陈教授，我记得你那边还有个马王堆的竹简没修复好吧？用不着你操心，我快修复好了。陈教授，给这个年轻人试一下。李峰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没什么要求，我只要独自修复即可。好。给你。啊！这么快？李峰，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一员，你的报酬将由文物修复基金会来报销。谢谢庞教授。都别看了，继续干活吧。李峰，这里就是你的办公室了，很安静，没人打扰你。好。果然，就是这里。杨先生，这一批我已经全部修复完了，还有吗？这个项目的所有文物已经全部修复了，刚刚你这里是最后一批，价值约在5亿左右。修复完后，基金会会把钱打在你的账户上，辛苦你了。托您的福，让我接了个这么大的单子。这个5亿，过去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能赚够这么多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今天阳光真好。钱梦打电话了，是有啥事儿吗？喂，钱梦。李峰，你这一段时间干什么去了？也不来找我。啊，我最近接了个项目，今天刚结束。今天刚结束吗？那你可又要忙起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光刻机你听说过吧？光刻机？那不是国内被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吗？我明白了，是想让我来修复吧？这次可不止你一个，还有国内顶尖的技术精英，以及公司内的很多研发人员。不过什么？我和父亲都很相信你。父亲说，若是你能修复光刻机，愿意把公司交给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了，不说那么多了，明天就是光刻机的交接仪式了，你记得按时来。好，我明天准时到。各位国内的同仁，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东门子公司出资30亿进购了这台光刻机，希望通过修复它，对国内的光刻机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带来新动力。同时，我也希望无论是东门子公司的员工，还是公司外的人才，都能够踊跃尝试修复这台光刻机。好了，其他的就不多说了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参观。结束。请恕我直言，钱先生，你知道我一开始就很反对你进购这损坏的光刻机，你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人能够修好它，你只是白白的花掉了几十亿。史密斯先生，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钱先生，你们的技术实力我深表怀疑。这光刻机的光源系统已经被我们公司取下了，这也是你们公司唯一无法攻破的点。劝你们还是找我们团队合作才行。他们怎么会如此了解？史密斯先生言之有理啊。哦，
原来是西部通用集团的蒋红先生。蒋红，你怎么还有脸过来？钱总，其实这个项目我和史密斯先生的意见一样，修不好的，咱们自己啥条件咱们自己清楚。你怎么能长外人志气呢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让史密斯先生的团队直接介入，我们2家公司合作，我给你平摊这30亿。那我们永远也无法掌握核心技术。你怎么老和技术过不去？赚钱不就行了？现在压根就没人能修好光刻机，为什么要白白浪费钱呢？你们西部通用公司是无良公司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无良公司，不让我们自己掌握核心技术，光想赚钱。蒋文龙就是跟你学的吧？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哦，你就是李峰。对，我就是。我听说你可是个奇才，怎么你能修复好这光刻机？我能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想笑死我吗？大家听听，这个人说自己能修复光刻机，这绝对是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！荒谬，太荒谬了！就算是修复，也是国内顶尖专家配合才行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？你当专家和业内顶尖工程师都是傻子吗？他们研究几10年研究不出来，你一下就搞出来了。我又不研发，我只是修复。有区别吗？你要是能修好光刻机，老子直接把公司卖了，回家种地去。你们这些大人物就喜欢打赌，一言为定。就今天！这个人就是个疯子。李峰，你需要什么，我们尽可能的给你准备。给我准备一间安静的屋子。这项技术卡脖子这么多年，是时候说结束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光刻机。就靠你了。现在开始，光刻机技术被垄断已经是过去式。请各位进来吧。我已经修好了光刻机。这么快？我不信，让我看看。怎么样，史密斯先生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保密。你是不是提前窃取光刻机的图纸？钱叔，你们东门子公司一定窃取了图纸，不然不可能修好。史密斯先生，我们什么也没做。我们东门子绝不会做这种商业间谍的卑劣行径。光刻机修复确实是靠李峰的独家技术。光刻机技术被攻破了，我们公司是罪人，是罪人！你的情报里明明说了，他们没有光源系统技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里面还有蒋老板的事情，我回头再找你算账。李峰真的修好了光刻机，东门子公司已经攻破了光刻机的技术，东门子就要稳坐国内第一科技企业了。我要买东门子的股票，一定暴涨。李峰，你太强了，修复李光刻机，你就是鲁班在世。侥幸了。蒋老板，哎呀，这不是李峰吗？光刻机修好了，真不错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是着急回去种田吗？蒋红，我知道你私底下的威劣手段，买通卧底破坏东门子的机器，让黑客窃取我的机密文件。如果只是这些，我也就算你是个卑鄙的商人。但是你长期窃取国内企业技术卖给国外，赚钱有什么错？哎，
明天我就把西部通用公司收购，顺便我会把证据整理一下。你等着进牢里陪你儿子吧。来人，送客。李峰，接下来有个股东会，你也来一下吧。好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开的会可谓是一场胜利大会。是啊，很快我们东门子就要成为行业龙头了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李峰，是我们公司的新股东，同时也是光刻机技术的突破者。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光刻机技术研发多年都没有成功，今天居然让这个年轻人做到了。李峰有能力，有担当，今天把大家叫来开会，除了庆祝，还有一件事我要宣布，就是将我名下的所有股份，连同总裁职位都交给李峰。啊，钱总这万万使不得啊！这么些年，钱总您鞠躬尽瘁，带领我们东门子公司一步一步成为行业巨头，怎么能说退就退呢？各位，我心意已决，我年龄也大了，有时候决策能力远不如以前。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，我愿意把位置留给更年轻的人来担任。更何况，因为李峰攻克光刻机，我们东门子才得以更上一层楼啊！各位，其实我也不想让钱总过早的离开公司，但钱总的这个决定我尊重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带领公司创造更大的辉煌。之后公司内的事务，我不懂时还是会多向您征求建议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我其实还有一事相求，就是和钱梦在一起。我知道您之前不是很满意我。女儿，你愿意和李峰在一起吗？好，我同意了。真的？坐。李峰啊，我之前对你是有一些成见，认为你穷人出身，而且只是一个修理工，和千万个普通的修理工没什么两样。一开始也确实如此，但是后来你的实力证明了，你不仅仅是一个修理工，你是一个真正的修复大师。就像我女儿说的，鲁邦在世，你正义善良有道义，强过蒋文龙这种富二代千万倍，这才是我真正满意的地方。跟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我这个人做事向来雷厉风行，只要你们双方愿意，下个月就可以举行婚礼。真的？亲家好，您好，您好，很高兴见到您。您看起来身体硬朗啊！我可听李峰说您是公司的大老板。现在已经退下来了。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哈，我可跟您比不了，我就是老家的一个修理工。李峰的手艺是跟您学的？给您说，这小子手艺差得很，连我的半成功力都没学到。我真是应该早些请您出山。哎，您太客气了。李峰，这玉簪是你送我的，今天戴上正合适。好，现在帮你戴上。现在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钱梦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搞定。这手电筒还真是神奇。近期，城市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，多地居民都有目击证明。下面让我们听一听目击证人发言。就那天晚上，大概半夜2点多，天上突然出现一个光球，我们整个小区亮如白昼啊！很快那光球就飞走了。昨天我看见一个飞碟快速的朝后山飞去，之后就在后山那块位置传来巨大声响。对于不明飞行物的传言，自上个世纪就存在了，但是100年来目击者一直是少数，因此大多数人仍旧持存疑态度。真的假的？哪里会存在外星人这种东西？要是外星人来了，说不定世界里毁灭不远。什么声音？
钱梦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不对劲，难道是小偷？什么人？出来！什么人？出来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说人话！啊，真有外星人？难道你是来毁灭地球的吗？不是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们维修星人从来只修东西，不搞破坏，反倒是你们。我的飞船坠毁之后，一群人拿着各种武器追着我打，一路从山里追到城市里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我把事情给他们说清楚。千万不能告诉他们我在这里，他们一定会拿我做各种研究的。那你怎么不躲起来？你不怕我也拿你做研究？你不会，万能维修仪不会寻找邪恶的人。什么东西？快找！刚刚那东西就是往这里跑的。救我！好了，维修星人，你说吧。我是顺着万能维修仪的信号找来的。万能维修仪是什么？你没见过吗？不应该吧？就是圆柱体，黑色的，会发光。这个手电筒？对，就是这个万能维修仪，这是我们维修星人的工具。既然是你们的东西，那我还给你不就行了？你已经是它的主人了，我就算拿着也无法使用。人类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帮什么？我的飞船坏了，我希望你能帮我修好它。你不是维修星人吗？怎么不能自己修？我不是出门把工具忘家了吗？不然我早就飞走了，还会来找你。这样吧，我入乡随俗，你要是帮我修好了飞船，我就送你一块象征着2个星球友谊的神石，怎么样？神石听起来不错，好吧，出发。哎，维修星人，你的飞船已经被发现了吗？这点你放心，他们只知道大概坠毁在这个位置，并不知道我的飞船的具体位置。那这样我帮你吸引注意，你先进去。那你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有办法进去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没看到这里有警戒线吗？不能进。你好，我比较好奇，是不是真有外星人啊？都是谣传，我们在这里执行任务，你快走吧。我真的好奇，你们跟我讲讲。少打听，告诉你有些事情知道的太多并不好。好了，各位同志，不跟你们开玩笑了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谁，快走，不然我不客气了。我是李峰，东门子公司总裁。李峰，我听说过，你就是那个修复光刻机的人。知道就好。你们上面让我配合研究 UFO 的情况以及修复的可能。难道真的已经找到 UFO 了？还没有人在幕后了？我还以为你们很清楚，搞了半天还没我知道多。这些问题你们无权知道，放我进去。这就是你的飞船？这就是我们维修星人的飞船。要不是你长相怪异，我真的就认为你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。行了，开始修了。修好了。谢谢你。给，这是象征着我们友谊的神石。你还别说，确实漂亮。好了，人类，感谢你的帮助，现在我要走了。好，没事了，常来玩。唉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去哪儿了？这么晚回来？我去给一个可恶的人修东西了。这是那个委托人给的报酬。这是什么？宝石吗？还挺漂亮的。对了，你看新闻没有？什么新闻？外星人啊！他们都说真的有外星人。是吗？这么神奇？要是真有，你说不定能拓展外星人的业务呢。给外星人修飞船啊？对啊，你不修理工吗？有道理。